随便弄路。今天广州地铁早高峰，体育西、沙河、大石、新港东、珠江新城、市桥、彩虹桥、天河客运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阿杰，欢迎来到我最新一期的节目啊。这两天广州地铁安检升级的事啊，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了。简单的说呢，就是在12月28日啊，广州地铁突然升级了安检啊，据说是比机场安检还要严格啊。结果就导致地铁外等候进站的队伍啊大排长龙啊。中国的地铁安检问题啊由来已久了。今年6月份上海9号线合川路站出事之后啊，我就出过视频聊过安检的问题啊。当时我提到地铁安检无非就是创造工作岗位，领导可以通过安检设备的更新换代捞油水啊。因为那一期我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发生事情的时候，安检面对突发事件时的毫无作用，没有提到安检对于普通百姓的驯化作用。那这一期呢，就简单聊几句吧。那我先从我熟悉的上海地铁安检说起吧。我印象中，上海地铁开始安检是在2010年世博会前后啊。虽然当时很多人也反映安检的毫无意义啊，官方呢则是宣称是考虑到世博会的安全问题。那大部分人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。世博会之后呢，安检就没有取消，就一直延续下去了。大家都知道，中共做事从来是不讲道理，而且没有信用的。但是相对于当时的北京地铁的安检啊，上海这边明显松很多啊。当时背着包直接往里走呢，安检员也就是象征性的伸手拦一下，其实不安检啊也可以进地铁啊。现在回想起来呢，这也算是一种驯化的初级阶段，有服从的，也有拒绝的。然后过了几年啊，有一天我发现安检变严格了，就是原本你硬闯呢也无所谓，现在呢是在安检口之后安排了几名警员，对于没有接受安检的人啊，就会要求他们检查身份证，顺便在口头教育几句之后啊，就放行了。如果再拒不配合呢，那就是寻衅滋事了。近几年呢，又针对乘客随身携带的物品啊，增加了手持金属检测仪和 X 光的检测机。久而久之呢，所有人都不得不接受安检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觉得能算是驯化的第二阶段了。但是这两个阶段呢，我过了安检，进了地铁，我还是可以从栏杆外拿到别人递进来的东西的。就是说，安检啊，从来不是为了地铁的安全而考虑的。那目前上海地铁安检还停留在这个阶段。那进一步的驯化呢，就要说回这次广州地铁的安检升级了。从网上的图片和视频，大家都能看到，安检的队伍非常的长，而且密度非常的高。反而是地铁车厢里啊，因为安检阻碍了乘客进站的速度啊，车厢里反而没什么人啊。大家设想一下，如果你是恐怖分子，你会选择在哪里发动袭击呢？是不是现在连地铁票都省了？当然，中国是不可能遭遇我们常规认为的那种恐怖袭击的。我提一个我负责任的猜想，现在世界上的恐怖组织，只要是反对西方意识形态的，都有中共的支持，所以他们根本不会在中国发动恐怖袭击啊。中国的地铁里只会发生限中事件，所以这次广州地铁的安检升级啊，目的就是进一步驯化普通的百姓啊。就算没有恐怖袭击，没有限中事件，那么多的人挤在地铁上，还是有可能发生踩踏事件或者塌方事故等问题。说1000道1万，就是中共根本不在乎乘客的安全问题啊，也不在乎百姓的出行是否受影响，上班是否迟到等等。对于中共来说呢，就是关我屁事啊。中共要的就是百姓乖乖的排队接受安检，
哪怕安检是走过场也无所谓，但是程序必须要来一遍。说到这里啊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啊？有没有闻到疫情3年动态清零的味道啊？大家回想一下，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，随后封城，全国其他地方是不是也是应中共的号召，大家尽可能待在家里，不要出门？很多公司也宣布推迟年后开工时间的。紧接着就是各种隔离，一旦有确诊的病例，整栋居民楼封禁，病例和密切接触者拉去方舱医院。就这样，到了2020年，上海这边疫情失控，先是发现病例的楼封禁，接着是小区封禁，然后开始一系列的骚操作。我记得当时毫无逻辑的要求很多小区啊，不管是有没有发现病例啊，都封禁2天啊。实际上很多小区呢被封禁的时间啊远远大于2天啊。最后呢是到了2020年的4月1日，全上海封城。当时啊都还是说就封到清明假期结束啊，结果一封就是2个多月啊。期间说几点下楼做核酸就几点下楼，没有阳性的小区呢就是一直做到出现阳性。解封之后啊，全民核酸检测又延续了大半年之久啊。当时很多人都在质疑这一系列的愚蠢的操作，但是如果都用训话来解释这一系列的操作，是不是就都很合理了呢？中共要的不是疫情防控，要的是百姓听话，饿死不出门。最后呢，20大圣上成功连任，李强呢直升国务院总理。那目前啊，广州地铁的安检升级啊，据说是被官方叫停了。我个人认为，网友们说的打脸啊，并没有到来啊，这只是一次小规模的服从性测试啊。如果有人觉得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呢，很有可能啊，将来他才是真正被打脸的人啊。中共到今天啊，已经可以说是为了延续统治啊，已经完全不顾民生了。所谓的那些挽救经济的政策啊，只是为了在国际上维护它的形象啊。那这次的安检升级啊，也并不是因为今年频发的限中事件啊，只能说限中事件给了中共实行进一步驯化的借口啊。由此呢，我推测啊，之后中共会有进一步的出格的举动啊，可能不限于断网、军管等手段啊。总之，大家拭目以待吧。那这期呢，就先讲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。